欢迎收看生活体验营，影片开始前别忘了开启 CC 字幕。生活体验营开课了，我们将一同走进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大地瑰宝特展。这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场横跨46亿年的时空之旅。这些矿石是地球在漫长岁月中写下的神秘情书。本次展览的主旨环绕着矿物的生命力与遗产。Young 与 John， 我们来到台中人的集体回忆——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排队买票的人潮说明了大家对这场特展的期待。这次大地瑰宝矿石特展不仅是一场美感竞赛，更是一次地球历史的深度对话。展览汇集了来自全球的稀有矿标，从地壳深处的结晶到浩瀚星空的陨石，每一件作品都凝聚了数亿年的地质脉动。策展的核心是希望透过这些不假修饰的自然之美，让我们看见地球的演化与宇宙的奥秘。而这场瑰丽冒险的第一站，我们要先离开地球，从那些掉落在凡间的星星开始看起。首先登场的是陨石区。你看这块1969年阿波罗任务带回的月球岩石，它不只是石头，更是人类跨越太空的里程碑。而旁边这些黑漆漆的太空访客，则是地表最长寿的旅行者。这区收藏了来自全球的稀有陨石，每一块石头都在对我们诉说漂流数10亿年的秘密。这趟宇宙的旅行现在开始。这些黑漆漆的天外客表面布满了凹陷的气印，那是他们以时速数万公里冲进大气层时高温灼烧留下的英勇痕迹。特别是这些石铁陨石的切片，在灯光下透出的橄榄石光泽，简直是宇宙镶嵌的珠宝。透过这些切面，我们看见了宇宙在亿万年前究竟是如何跳动着它的生命旋律。最精彩的来了，这是 ESCO 橄榄陨铁切片，在背光照射下，内部的橄榄石结晶呈现出迷人的金黄色透明感，像不像上帝不小心洒落的琥珀？这种结构在地球岩石中是完全找不到的。故事要从45亿年前说起，那时的地球还不是我们熟悉的蓝色，它正经历着天体的疯狂轰炸，高温让大地化为岩浆的海洋，随着热量缓慢散失，地表凝固成了第一层外壳，黑色的玄武岩。这就是地球的第一个颜色，黑色大地。这颗来自澳洲的锆石已有44亿年的历史，而这块片麻岩则是地球已知最古老的岩石，它默默见证了地球整整40亿年的岁月。随着地壳趋于稳定，压力与温度的交织催生了矿物的艺术。波兰的白铁矿长出了如同大树年轮般的圆环，巴基斯坦的海蓝宝石则在云母的簇拥下透出如冰川般的澄澈。这些结晶是地球冷却过程中的华丽变奏。色废石是自然界中极为罕见的寒色矿物，也是提炼金属色最主要的来源，在航太与现代高科技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走进红色大地展区，我们穿越到了距今38亿到10亿年前的关键年代。氧气开始在大气中累积，导致岩石中的铁元素发生氧化反应。画面中这块巨大的带状铁岩就是最好的证明。氧气的出现更引发了矿物的物种大爆发，这些缤纷的结晶象征着地球正式告别单调，迈向了色彩绚丽的生命时代。随后地球迎来了最冷冽的雪白大地。大约7亿年前，冰川从极地一路蔓延到赤道，让地球成了一颗巨大的银色雪球。当融冰释放出温暖洁白的碳酸盐岩层，沉积也为接下来的生命大爆发拉开了华丽序幕。离开了冰封的雪白世界，地球在大约5.4亿年前迎来了最绚丽的转折——绿色大地。这不只是颜色的改变，更是生命力量的彻底喷发。随着氧气含量的稳定与陆地植物的出现，生命开始在岩石上留下足迹。光合作用不仅改变了大气，也参与了矿物的生成。在这一区，绿色成了主角，象征着地球进入了繁荣的显生宙。看到这块来自刚果的水胆矾，它那深邃且富有层次感的绿色，通常形成于干旱地区的铜矿床氧化带。
仔细观察它那细小且闪耀着丝绒光泽的针状结晶，它们层层堆叠，宛如在岩层中萌芽的微缩森林。紧接着，这抹抢眼的火红是产自澳洲的各铅矿，其纤细且精致的针状结晶，在这一片绿意中显得格外耀眼，展现出地球矿物演化的缤纷美感。接着登场的是产自中国广西的林绿铅矿，其翠绿欲滴的色泽，与如草地般的集合体外观，完美呼应了陆地植物兴起后大地焕发出的无限生机。沿着展柜，我们能看见一系列珍贵的生物遗迹标本，它们是生物学与地质学交织的见证，像是这颗来自台湾的猴头骨，以及硕大的南非鸵鸟蛋，还有这副构造奇特波口后头份的颌骨，展示了海洋生物演化的奇妙路径。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这块蛋白石化键石，远古生物的遗骸在漫长岁月中被闪耀的蛋白石所取代。后方还有形态各异的菊石与细化木，诉说着地球的生命史。接着，我们进入矿物原乡。大自然是一位顶尖的艺术家，透过化学反应与压力，创造出这些色彩斑斓的结晶。看看这块产自中国广西的方解石，那如波浪般的层次感，仿佛是大海凝固后的瞬间。而这块来自澳洲的黄铁矿，金属般的光泽与浑圆的球体结晶，常被人误认为是闪耀的黄金。这抹深邃的蓝绿交织，是产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蓝铜矿与孔雀石，展现了无与伦比的色彩张力。这件阿根廷的灵锰矿，切开后呈现如花朵般的粉红色同心圆，因此又被誉为印加玫瑰。来自澳洲库珀佩蒂的蛋白石，在灯光下流转着梦幻的蓝色变彩，每一道光影都是独一无二的奇迹。看似简单的石岩，却能长出如此完美、晶莹剔透的正立方体结晶，令人感叹几何学在自然界中的体现。最后，以这座宏伟的石膏晶簇作为终点。进入这个展区，就被这朵在沙漠中盛开的石膏结晶——沙漠玫瑰给美到了。接着这块超壮观的细化木，它是亿万年前的树木，经过细化作用变成的化石，摸起来冰冰凉凉的，却满载着时间的厚度。这里详细介绍了火成矿物的形成，像是清爽绿色的天河石，还有深邃的黑电气石。大自然的几何学真的让人叹为观止。你看这块威胁长石，淡淡的粉橘色方块，来自巴基斯坦的海蓝宝石，那种通透的清凉感，光看着就被疗愈了。这一整面墙就像是大地的珠宝盒，每一件标本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瞧瞧这块闪着金属光泽的黄铁矿，也就是俗称的愚人金，旁边则是像冰晶一样剔透的透石膏，还有这块来自加州的粉红色石岩，这么大一块天然盐巴，颜色竟然这么梦幻。这是灰梯矿，细长的针状结晶，像不像是某种外星生物？它的线条感真的非常强烈。这一抹鲜红是矾铅矿，长在米白色的重晶石上面，这种强烈的色彩对比，真的像是辣椒撒在鸡肉丝上。孔雀石那种丝绒般的绿色光泽，还有它独特的纹路，非常有层次感。这块带着丁香紫的紫锂灰石，展现大自然的美，真的值得我们慢下心来仔细探索。接着来到晶体对称之美展览，透过这6大晶体模型，我们可以看到晶体内部原子排列的几何骨架，每一种矿物都由特定的原子或离子组成。看看这些来自西班牙的黄铁矿，它们天然生成的立方体结构与金属光泽，简直像是人工切割的艺术品。从透明的水晶到深邃的紫水晶，不同的形成环境造就了千变万化的晶体形态。透石膏展现了极致的纯净与纤长，其几何夹角严格遵循着精细的对称法则。整个展柜陈列了数十种矿物，每一件都是大地经过千万年淬炼而成的几何结晶。而这件来自俄罗斯的十字石，则展现了特殊的穿插双晶，在大自然中巧妙地勾勒出十字图腾。当原子排列在成长过程中出现微量位移，就会产生双生晶体，形成连生在一起的特殊对称。这些双生晶体互为镜像或特定的旋转关系，为矿物界增添了层次丰富的视觉趣味。6大晶系让我们看见隐藏在
岩石之下的理性与感性，这就是自然的对称之美。晶体的变化，矿物因化学成分与内部原子排列方式的不同，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晶形态。这些微观结构的差异，直接决定了矿物的硬度、节理、弹性与韧性等物理特性。在自然界中，受限于生长空间，矿物常以多个晶体组合形成千变万化的集合体。例如，这块产自澳洲的蓝铜矿便呈现出深邃的球状组合。玛瑙则以丰富的层次感著称，每一圈纹路都记录了地质作用下二氧化锡缓慢沉积的时光痕迹。步入展厅核心，巨大的紫水晶洞与宛如仙人掌般的石英晶簇相互辉映，展现出宏伟的几何力量与色彩张力。欢迎来到神秘的石英家族，在这里，二氧化锡不仅是化学式，更是大地的艺术品。根据成因与温度的不同，它们幻化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瞧，这不是真的葡萄，而是令人惊叹的葡萄状石英。接着看到的是古海水晶，因为生长速度的不均匀，诉说着地底压力的传奇。权杖水晶，新生的晶体在旧有晶尖上继续生长，就像国王手中的权杖，展现出一种王者般的威严与独特。这是来自罗马尼亚的教堂水晶，经过自然的辐照作用，它呈现深邃的色泽，层层叠叠的晶体结构，宛如欧洲中世纪教堂的尖顶。走进重晶石的世界，这种主要形成于热议矿脉的矿物，常与萤石、石英相伴，展现出极其多样的结晶形态。瞧这件来自美国田纳西州的杰作，白色的球状重晶石轻巧地压在紫色萤石之上，对比鲜明，仿佛一颗好吃的冰淇淋。来自秘鲁的这件标本则呈现神秘的红棕色与粗犷的纹路，诉说着南美大地的厚重感。最后，这块产自秘鲁的黄铁矿成了全场焦点，它那充满几何美感的金属棱角在灯光下闪烁着，如金币般的银金色光芒，令人目不暇接。走进矿石的殿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纯净的方解石，各种姿态的结晶错落有致。紧接着是质地坚硬、色泽沉稳的赤铁矿，每一块标本都诉说着地质演变的故事。顺着阶梯而下，缤纷的展示墙展示了自然界中最夺目的几何美学。转身惊见这气势磅礴的钟乳石柱，经历万年滴水穿石，方能成就如此奇观。现在，我们即将进入最神秘的领域，探访矿物的荧光现象。当紫外光灯亮起，平凡的岩石瞬间化身，亮绿与鲜红交织，这是微量元素与光影的魔法。从迷幻的深紫到温暖的鹅黄，这些隐藏在暗处的色彩，只有在光谱的转换下才肯现踪。透过光线的明灭对比，我们看见了矿物不为人知的另一种璀璨生命力。这场光影盛宴，让我们重新定义了自然之美。走进下一个矿物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石英家族。瞧瞧这件精致的标本，球状的结晶层层堆叠，展现出自然界鬼斧神工的几何美学。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角落，伸出手，轻轻触摸这块巨大的蔷薇石英，感受指尖传来的温润。据说这抹温柔的粉嫩色彩，能为心灵带来疗愈与爱的力量。紧接着是来自巴西的深色黄水晶洞，那浓郁如焦糖般的结晶，在灯光下闪耀着温暖而富饶的光泽。但矿物的魅力不仅止于形状，有时光才是最神奇的魔术师。瞧这瑰丽的晕彩，像是将彩虹揉碎了洒在矿石表面，随着角度变换，闪烁着迷人的金属光芒。还有这块纯粹的自然铜，未经雕琢的原始质地，展现出金属最真实的生命力。从珍珠般的光泽到丝绢般的孔雀石，大自然的调色盘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说到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宝石，绝对不能不提产自花莲、举世闻名的猫眼闪玉。你看这道灵动的猫眼光芒，随着角度变换流转，这就是闪玉最迷人的地方。这些来自东台湾的馈赠，每一颗都凝聚了数百万年的地质奇迹。除了温润的玉石，这片土地也孕育着如同星辰般耀眼的晶莹光彩。欢迎来到台湾宝藏展览。
台湾虽然土地面积不大，但丰富的地质构造让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矿物博物馆。这是全球唯一以台湾地名命名的矿物北投石，它记录了大屯火山群独特的泉水传奇，还有这鲜艳夺目的硫磺结晶，仿佛还能感受到地底喷发出的灼热气息。台湾闪玉不仅是美食，更是历史的见证。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它就是我们先民最珍视的工艺原料。从粗犷的原石到精致的饰品，每一道磨痕都诉说着台湾玉石产业的兴衰与传承。深入微观世界，闪玉由纤维状的角闪石组成，这特殊的结构赋予了它无与伦比的韧性。当光线穿透薄片，那抹翠绿与墨色正是大自然最纯粹的化学反应。最后，我们来到传奇的金瓜石矿区，这些流深铜矿与黄金矿脉曾撑起了台湾一段辉煌的淘金岁月，也留下了地底最深刻的记忆。接着，我们要带领大家一同穿越古老的洞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钟乳石洞穴，这每1厘米的生长都是水滴与石灰岩历经1000年的缓慢对话。墙面展柜中陈列着形状各异的矿物，它们像是沙漠中的玫瑰，在静谧中绽放着岁月的结晶。转入现代感的展厅，这里汇集了来自全球的珍稀收藏。特别关注这区印度的德干玄武岩，火山运动后的冷却，意外地在岩石空隙中孕育出瑰丽的生命。看这簇来自印度普纳的真沸石，它们像不像一颗颗柔软的棉花球？但其实这是极其细致且坚硬的放射状晶体。这是展场的焦点，巨大的紫水晶洞，它天然的形状神似展翅的蝴蝶，深邃的紫色象征着地壳深处最纯粹的力量。靠近观察这些晶簇，无数的结晶面闪耀着光芒，仿佛一座缩小版的冰雪城堡。视线转向这座更为巨大的紫水晶，它那深邃且浓郁的紫色，宛如凝固的星空，展现出地底最神秘的厚重质感。最后，让我们沉浸在这紫与黄交织的梦幻色彩中。接着，映入眼帘的是硫化物与硫岩类矿物，它们是金属元素与硫结合的产物。瞧这迷人的粉红色结晶，这是产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灵锰矿与水晶。细小的菱面体晶体密布在白色水晶上，就像是岩石中绽放的樱花。展区中陈列着形态各异的矿物，从亮橘色的矾铅矿到翠绿色的磷灰石，每一块标本都是大自然历经1000万年淬炼出的艺术品。接下来这块来自美国的丝光沸石，洁白且充满纤维感的构造，看起来就像是一团柔软的棉花糖，让人很难想象它竟然是坚硬的矿物结晶。巨大的透明水晶包裹着点点金属光泽，这是时间凝固的瞬间。在史前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懂得利用坚硬的碎石打造石斧与石足，开启了石器时代的篇章。随后，人类对矿物的利用进入了审美与信仰层次，矿物也赋予了世界色彩。石青、石绿、朱砂，这些取自大地的粉末，成了画家笔下永不褪色的天然颜料。在工业与化工领域，矿物同样不可或缺。这块明亮的黄色硫磺就是化工产业中最重要的原料之一。最后，我们走进传统医学的智慧，在这里，矿物变成了药方，带着时能平肝振兴，阳起时能温补命门。每一章解说牌都记录了古人如何将大地的矿力转化为守护健康的方剂。从地底深处到人类文明，矿物的故事精彩万分。最后的展厅是宝石的评价标准：克拉、颜色、净度与车工。这不仅是价值的衡量，更是大自然与人类工艺的完美结合。在这里，每一块原石都有自己的故事。稀有的红绿柱石闪烁着热情，海蓝宝石则透着如清晨海面的静谧。最令人屏息的，莫过于这块在岩石缝隙中绽放光芒的蛋白石。它那迷幻的油彩现象，就像是在冰冷的石头中藏进了一片舞动的彩虹。这一趟大地的瑰宝之旅，就在科博馆经典的蓝色地球装置下圆满结束。
这不只是一场展览，更是一次与地球深层灵魂的跨时空对话。我们逛完了矿石展，现在就来看看常设展最热门的区域。一进来就看到科博馆的明星，会动会吼叫的机械暴龙，看着锐利的牙齿和充满威慑力的眼神，真的非常有临场感。从高处往下看，整个恐龙厅非常壮观。接着我们穿越时空，来到中国科学与技术厅。这座巨大的木塔是水运仪象台，它是北宋时期结合了天文观测、计时与报时功能的自动化奇迹，古代的工程学真的超乎想象。旁边这座精致的青铜浑仪，展示了古人在没有电脑的年代，如何观测星辰并测定天体位置。再往前走，这4匹矫健的骏马是秦代铜车马的复制品，无论是车体的铸造还是马匹的神态，都完美展现了2000多年前的工艺巅峰。这是著名的张衡地动仪，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感应地震方向的科学装置。除了天文地理，古代的纺织技术也很惊人，精美的龙袍刺绣和结构复杂的大型织布机，处处展现了工艺的细腻。我们来到这座美丽的虹桥，这种结构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完全不使用钉子，仅靠木材互相衔接支撑。近距离观察这种边木结构的力学之美，真的很佩服古人的智慧。逛着逛着就被这座木造佛塔模型给吸引了，工艺精细到让人赞叹，细节看着非常疗愈。接着看到的是古代导航神器指南车，不管底下的车子怎么转动，上头的小人始终指着南方，这可不是什么魔法，而是纯粹的机械智慧。这段超有趣，我们在玩这个指南车的小模型，大家都在现场研究，为什么车身明明转个不停，顶端的红色箭头却能像定海神针一样，永远锁定在同一个方位？答案就在这组精密的差速齿轮里。透过透明外壳看着齿轮精准的咬合运转，真的不得不佩服古人的大脑，竟然能想出这么聪明的结构。还有这个水力驱动装置，它是古人的自动鼓风机，利用水力来产生强大气流生火助燃，这可是古代冶金炼铁能达到高温锻造出神兵利器的核心技术。在展区的尽头，我们还遇见了专注的科学绘图师，看着他用笔尖赋予海豚生命力，那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刚好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古人工艺精神相互辉映。从自然的矿石到人类智慧的结晶，这次的博物馆之行让我们对观察与创造有了更深的体会，真的是收获满满的一天。丰富的行程到这里告一段落，生活体验营，我们下期见。